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要脸主持人。今天我们有请到了 L Bank 的创始人 Eric 何伟同志，非常高兴，开心你能做客。不要脸主持人你好，也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深度的唠唠嗑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话题比较简单，就是关于 NFT 啊。因为我记得有次跟你聊天，你说 NFT 出圈了，但 DeFi 就没有出圈，对吧？是 DeFi 咱就不聊了啊，咱就聊这能出圈的 NFT。它怎么就出圈了呢？ NFT 出圈，我觉得最显著的还是它的财富效应。就我们都知道，前段时间有一幅画，它被拍到了6900万美元的高价，就是一个 NFT 的一幅画。那这个东西就一下子引爆了整个市场。哎，为啥一个 NFT 可以值6900万？对呀，是。然后除此以外的话 ，NFT 的一双袜子，就其实我们穿在脚上的很简单的袜子，它可以卖到10几万美金的一个高价。就因为没有办法理解，而且有这样的财富效应在，所以就一下子红遍大江南北。那你说买这种 NFT 的人都是什么人啊？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分开来看哦。有一些 NFT 的话，它是一些爱好者。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袜子，它为什么可以卖到10几万美金一枚？它最早其实是有一个交易所叫 Uniswap，然后袜子是它的周边产品。当大家喜欢Uni这个交易所，会觉得它特别棒，那它的周边产品其实某种程度的，我支持这个交易所，我愿意为之买单，哪怕说10几万美金，哪怕更贵，那至少证明了我曾经支持过这个交易所，我爱这个交易所，这份爱就值这个价钱，这是一种程度的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的，像我们刚才说的幅画5000天，它最后拍出来6900万美金的高价。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和 NFT 关系不大，它更多的是某种程度的一个炒作。你看哈 NFT 啊，我现在作为小白也稍微有一点了解了，就是它是 non-fungible， 意思就是非同质化。就是说你有个比特币，我有个比特币，咱俩互换一下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是。但是 NFT 我有一个，你有一个，互换一下，区别就很大。是。所以我能够理解它标的一些艺术收藏品。但是呢，它现在标的的都是一些数字艺术收藏品。你比如梵高的话，是，它就世界独一份真迹。是。我买了，挂我家，对吧？我说 Eric 来我家看看。我那种炫耀心理，对不对？是。但你说那5000天。我也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下，我拥有这个 digital asset， 对吧？是。虽然你有所有权，但我也能看啊。是。而且也是真迹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对吧？这个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我就有这种困惑。这个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。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就最简单的理解，其实就是买房和租房，什么意思？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5000天，你也可以下载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看，对吧？但是这幅画的所有人是谁？它在区块上其实标注的清清白白，所有人都可以查。这幅画就是属于那个花了6900万美金把它买下来的人的，哪怕你下载了，你看的是别人的画，所以哪怕说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可以住，对吧？你可以正常的使用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不影响。但是永远这个东西是别人的，你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面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所在。所以所有权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，那其实就是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。哎，我又想另外一个项目，就是那个 Flow 上的那个叫 NBA Top Shots。是，就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聊，他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很激动。因为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吃那小浣熊，集齐108水浒传的那个里边的人物，是吧？还有集齐什么圣斗士。就我当年集那个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感觉的。是，所以那个 NBA Top Shots 里边出来一个球星的是吧？一个扣篮传球，我还是也愿意集。只是我同样一个问题。就你比如说像麦迪时刻，你也很喜欢，是你肯定喜欢对吧？是，哎，这个我看我就很感动。还有比如说当年王仕鹏绝杀斯洛文尼亚，是，就我看就够了，我为什么要拥有它？是，背后逻辑是什么？就背后逻辑，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我看就够了。就你刚才说到小浣熊，我们拿这个来举例，就108张我们都知道对吧？那话小浣熊你1块钱一个干脆面，你里面就可以抽到一张随机的卡，然后总共108张都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当中你可能抽到重复的，你还去找你同学，哎，你帮我换一张好不好？我要一张我没有的。它当时还可能会有一些闪卡这样的，它其实就有点类似于这种 NFT 的雏形，但是它不一样的点在于。它是可以重复的，你这张卡就不断的是，比如说我今天抽到 BOSS 头林冲，我明天也可能抽到一样的，别人也可以有这张卡，但在 NFT 里面，你 BOSS 头林冲这张卡只有一份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所在。像你刚才说的，比如说一个麦迪时刻，那你看到这件事情很感动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就这个感动其实大家一样的，但是有些人想更进一步，拥有它。
我想这个东西是属于我所有的，而且特别有趣的 NFT Top Shot 它背后其实是 NBA 官方授权的 ，OK， 也就是官方认可的，它把这个时刻、把这个 moment、把这个所有权拿出来给到你进行拍卖。当你买下来之后，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别人不会再有的。你可以看，你当然可以看，你可以去随便任何地方参观，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博物馆去参观，就蒙娜丽莎那幅画挂在那边，你可以随便看到它，但是它不是你的。你再看，它都是别人的。有些人愿意为这个所有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们看到这幅画就是我的，他愿意为这件事情掏钱，掏大量的钱，掏他全部身家多少的钱，这个就是 NFT 的意义所在。它可以让这幅画变成真正是你所有的，并且不可以被篡改，并且所有人都知道。其实你这么说完之后，还是对我来说有点诱惑力的。但是我又摸了摸口袋，囊中羞涩。是，就是你比如说，突然卖地时刻它真拍卖了，对吧？我相信我肯定竞价竞不过你嘛。那你说我们这种平民，对 NFT 又很感兴趣，对于收藏，对于那种我倾注了一定感情的东西的那种收藏欲望，我也是有的。但是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游戏我参与不了啊。对吧？那所以我想问问你，就是假如我真的想参与它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呢？最好的方式，我个人觉得就是努力赚钱，这是一个逃不了的一个命题。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，NFT 为什么能火出圈？因为它会有很多引起我们共鸣的东西。像你刚才说到 NBA Top Shot 的时候，你提到麦迪时刻的时候，你眼睛是发光的，你会特别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。那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共鸣，我们是真的喜欢，所以我们愿意为之花钱。像你说，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身上现在有1000块钱，你就愿意花10块钱或者100块钱，甚至500块，甚至更多来买这个东西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或者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愿意为之掏钱。所以到最后，就这个很可能就被炒到天上去，很有可能我也买不到，因为我的钱确实不会比别人多，但是我会认。那谁让我钱不够多呢？但是我看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别人同样也喜欢，我会觉得我会很开心，我不会觉得很丧气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我很认同，真是这样子的。虽然我买不起，但我喜欢的东西有价值。是，我会觉得就有个更有钱的人买走了，他比我有钱，就我认，对吧？但是我喜欢的东西大家也喜欢，并且他被炒到天上去了，这些我会觉得很棒。所以如果说囊中不是那么有钱的人，你想获得，你真正想要那些珍贵的东西，那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那感情其实这东西没什么用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喜欢，所以能证明你感情的只有掏出更多的钱。你有没有想要买的 NFT 的艺术品或者是一个标的？你目前来看的话，有没有哪个 NFT 的项目，它就锁定了，或者说它这个与一个艺术品啊，一个饰品啊，它相对应？对，你就说的具体点，你有没有上 NBA 的那个 flow，上去挑一个你喜欢的时刻？有啊，就 NBA flow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的。你有购买吗？买不到。现在其实这样的 NBA flow 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就如果你要去买的话，你首先就晚上你要排队，等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，然后他有可能突然来一条推特跟你说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取消了。然后排队之后你还要抽，就是因为抢的人茫茫多，所以你并不一定能抢到。然后抽了这个还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张卡，就它是盲盒的，所以它有一定的随机性在这边，所以求而不得，所以它会越发的珍贵，对吧？那除此以外的话，像我自己可能之前我喜欢打游戏，对吧？那我最近会看到游戏在 NFT 当中有些应用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宠物小精灵？叫宝可梦嘛？对，宝可梦，对，宝可梦里面它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红宝石、蓝宝石？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里面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小精灵吗？那在小精灵层面 ，NFT 的话会把每一个这样的我们之前的小精灵，把它变成一个 NFT 不同的代币。一个小精灵就是一个代币，它当中可以进行一些 PK 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你也可以抓捕啊，或者 whatever 都有。那这个就是一个 NFT 代币。那这个其实就看你多喜欢这个东西，或者说这个多稀有。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看，这个特别漂亮，而且有童年的回忆，我也挺愿意掏钱。所以这个其实就看你自己了。有超梦的吗？那超梦的话就可能要到天上去了，所以每一个宠物小精灵都是一个 NFT， 你就一听就我感觉你是发光的，我觉得如果有个超梦的话，你一定愿意购买，这其实就是 NFT 的价值，对吧？我就没钱嘛，那所以要努力赚钱嘛，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，认知转化成了财富。
我觉得我需要再多采访一下你，我需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是吧，多聊聊，这样的话，也许我们的认知会有点增长，我就能多赚一点点的钱。你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说的吗？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并不希望说大家的认知是基于说我看了今天对 Eric 的一个采访，说我啪，我好像很牛逼了。因为所有的认知它其实是要自己转化的，是要有实践的，从学习到转化到真的实践，它是有个过程在的。我更希望的就是今天视频前的各位，如果说你们真的对区块链行业有兴趣，或者说对 NFT 整个板块有兴趣，多去看一些相关的东西，都去了解项目背后的逻辑。就比如说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，我们有讨论过一幅画叫5000天，它最后卖出了6900万美金。我希望我刚才说这个，我觉得是某种程度的炒作。我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，知道为什么我说它是炒作，它的它背后的逻辑是怎么样的，它影射的那个代币为何到最后就炒到天上去，为什么价格还跌了？这个东西是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学习的。当你们有了这个认知，当你们有了这个学习方法，然后再参与一些 NFT 的项目，我觉得你们的认知会提升得很快。在这个行业里面，财富是件最简单的事情，只要你愿意花下时间来沉淀，愿意来学习。我觉得 Eric 你非常好，因为你讲到的一点触动了我的内心，就是独立思考能力。对，是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具备这个基本素质的。我感觉好像财富离我不远了。一定是这样的，就这件事情非常感谢，是。你还有什么财富密码？下次再说啊！你先让我独立思考一段时间，好吧？好，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OK， 再见 ，Eric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